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环球财观这个频道，用理性与数据解读全球金融市场。最近段永平和王石有过一次比较完整的公开对话，具体内容我不做赘述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段永平参加王石夫妇的共同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想聊的也不是访谈里面的细节，而是我从这次对话里看到的几层长期主义。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新，反而段永平在过去很多年里反复讲、反复验证的一套底层的逻辑。一、长期持有的前提不是熬，而是看懂。很多人一提长期投资，脑子里想到的就是4个字：死扛着不卖。但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对长期主义最大的误解。段永平一直强调一句话的逻辑：投资最重要的是看懂生意，也就是说，长期持有不是靠忍，而是你心里非常清楚这家公司在做什么，靠什么赚钱，它的优势在哪里，它的逻辑是什么。如果你只因为价格便宜，因为别人的推荐，或者是因为跌了不甘心而卖，那即使你拿了很多年，本质上也不是投资，而是被动忍受。二、因为股价波动而想卖出，本质上就是投机。这里我想说一个比较直白的判断：如果你因为股价的短期波动反复就想卖出，那说明你买入的时候并不是基于对公司的理解，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投机。段永平在谈投资的时候其实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真的懂这家公司，你就不会被短期的价格波动而牵着走。而在投机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，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里，长期稳定盈利的概率其实都是非常低的。这个段永平也直白地表明了这个观点。因为你是在和情绪、和速度、和信息差赛跑，而对于这些条件，普通人来说是往往特别不利的。三、长期投资本质上是心理账户的稳定。这里我想加一点非常个人的经验，有一些股票你理性上觉得它是好的公司，但只要你内心并不相信它，哪怕你告诉自己要长期持有，你也不会安心。你会不断的盯盘，会反复的怀疑，下跌的时候想跑，上涨的时候又舍不得。这种状态本身就说明这并不是一个适合你长期持有的标的。那么段永平其实反复讲过一个点，真正的难点不在市场，而是在于心态。长期投资并不是和市场对抗，而是和自己相处。四、从企业的角度，文化放权决定能走多远。如果把视角从投资者转到企业本身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企业文化与放权的机制。再强的创始人也不可能永远站在一线。企业能否走得更远，关键不在于创始人有多厉害，而在于文化是否稳定，权力是否能逐步下放，权力组织能否在创始人淡出之后继续运转。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。创始人最成功的状态不是我一直很重要，而是我不在了，这个公司依然能走下去。这一点在段永平和王石这一次对话里也非常一致的一点。五、把这几层长期主义放回到普通人的身上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第一，看不懂的公司不要买。
第二，因为价格波动而想卖，本质上就是投机。第三，买入之前，先问自己，我是否真的相信它。长期主义不是时间拉长就自动成立，而是建立在理解、信任和克制上。这次段永平和王石的对话，与其说它是一次访谈的内容，不如说它是一次关于长期主义认知的交汇。这里是环球财观，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。